Hello， 大家好，我係 Coach， 今集同你分享申請頂尖大學嘅一啲隱藏警號。申請大學嘅學生同埋家長，往往以為講好自己嘅故事呢就係必勝嘅伎倆啦。但係事與願違，往往係適得其反，因為佢哋錯誤地強調咗一啲根本係唔理想嘅價值觀同埋描述嘅角度。於是不但未能取悅於招生委員，甚至呢係會令人反感同埋誤會㗎。結果反而對學生嘅整體表現形成一個重要嘅落差，甚至可能令到大學界定佢哋係為不適合嘅人選，一啲 mismatched candidates。今集開始前呢，提提大家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支持我哋嘅持續發展。更加希望你可以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多謝你。今集嘅題目就係頂尖大學申請路上嘅絆腳石同埋警號，點樣可以避免失誤呢？一般嚟講，只要有正常嘅學術根基，入大學呢根本就係冇難度嘅。不過頂尖大學嘅申請過程係競爭激烈，而且係複雜嘅。好多申請者喺追求完美嘅申請過程之中呢，可能無意間觸發咗某啲嘅警號，大大降低咗佢哋被取錄嘅機會。今集 Coach 為你探討一啲常見嘅陷阱，並且提供避免呢啲問題嘅策略。第一個陷阱就係缺乏修讀一啲嚴格嘅高中課程，呢個絕對係一個明顯嘅警號。為求獲取更高嘅平均分，有啲同學會避免去選讀一啲具挑戰性嘅課程。我見過無數學生去修讀自己嘅母語，即係譬如中文啦，例如又或者一啲唔會被納入計算平均分嘅科目，例如吉他都有人讀㗎。究竟有咩問題呢？頂尖嘅大學希望睇到申請者係具備挑戰自我嘅能力。如果你嘅課程安排係過於輕鬆，可能會讓招生委員質疑你係咪能夠應對到大學嘅學術壓力。好多中學生喺選科方面一塌糊塗，或者係道聽途說好多自作聰明嘅伎倆，呢啲唔成熟嘅決定將會成為後悔嘅主要根源。例如有學生喺暑期之中呢，會通過網上嘅一啲學店修讀最重要嘅科目，即係例如 Grade 12 English 咁啦。咁樣做法其實呢，反而係放大咗自己嘅學術缺陷，會係被看作掩耳盜鈴嘅幼稚策略。避免嘅方法，真正能夠顯示你嘅學術根基，反而係遠離一啲劣質嘅學校同埋程度寬鬆嘅課程，選擇具有挑戰性嘅課程，例如 AP、IB 課程，並且喺申請之中呢，強調你喺呢啲課程之中嘅表現同埋獲得嘅技能。第二個呢，就係濫用缺乏實質內容嘅流行語，一啲 jargon， 呢個係警號。重複咁去使用 leadership、innovation 或者 passion 呢啲嘅詞語，但係缺乏例子，咁有咩問題呢？招生委員呢係要審核成千上萬份嘅申請嘅，所以呢啲空洞嘅聲明根本係冇辦法展示到一啲頂尖申請人嘅真實性同埋深度。避免辦法就係提供具體嘅例子同埋可以量化嘅成就。例如，與其話我對社區服務係充滿熱誠嘅，你不如描述下好具體咁樣個項目嘅內容啦。你可以話我發起咗一場嘅食物捐贈活動，收集咗超過1000磅嘅物資，並且與社區組織建立咗一個持續嘅合作關係。第三個隱藏嘅警號就係唔真實嘅聲音或者過度修飾嘅文章。點解呢個係一個警號呢？因為呢啲文章聽起上嚟過於嚴肅、機械或者過於完美，令人懷疑只係一篇樣板嘅文章。問題喺邊度呢？頂尖大學尋找嘅係具備認識自我嘅真實申請人。過度修飾嘅文章通常顯示出係其他人或者 AI 幫佢過度嘅編輯，削弱咗文章嘅真實性。避免嘅方法就係用自己嘅聲音去寫，敘述第一身嘅真實個人經歷。雖然文法同埋表達清晰係好重要，但係應該更加關注個人見解同埋表達到你成長嘅歷程。招生委員係希望聽到你嘅個人故事，而唔係一啲經過排練嘅敘述。第四個危機係缺乏明確嘅學術焦點。
點解係一個警號呢？可能係申請人涉及嘅課外活動大部分都並非學術嘅範疇，所以未能顯示對學術嘅興趣，或者係為自己嘅興趣專注投入嘅深度參與，結果未能撰寫可以連貫學術主線嘅文章。咁樣會有咩問題呢？頂尖嘅大學係更加重視深度而唔係廣度。散亂嘅申請敘述會俾人一種方向不明或者係對興趣學科投入唔深嘅印象。避免嘅方法可以凸顯一個核心嘅主題或者熱情，將你嘅學術同埋課外活動串聯起嚟。例如，如果你對環境科學感到興趣，可以展示你點樣去通過暑期實習、研究項目或者一啲志願服務，對於該領域建立一啲聯繫。第五個危險嘅地方係唔合適嘅社交媒體形象。點解呢個係一個警號呢？社交媒體上存在唔適當嘅內容或者行為，例如冒犯性嘅言論或者唔符合大學價值觀嘅行為。咁有咩問題啊？好多大學都會審查申請者嘅網上形象。唔適當嘅社交媒體內容可能會令招生委員對於你嘅品格、成熟度同埋是否適合校園文化產生一啲負面嘅印象。有咩避免方法呢？定期審查你自己嘅社交媒體賬戶，刪除任何可能引起負面評價嘅內容。咁樣可以確保你喺網上嘅形象專業而且正面，展示你嘅興趣、成就同埋價值觀。第六個警號係過於追求學校嘅聲望，呢個係一個警號。將學校嘅聲望作為申請嘅主要理由呢，就係問題所在啦。頂尖大學希望了解你會對佢嘅社群帶嚟啲乜嘢，同埋佢哋嘅資源點樣同你嘅目標係互相契合，即係一個 good fit。如果你僅僅係關注佢哋嘅聲望，就會往往顯得對學校嘅獨特資源缺乏深入嘅了解。避免嘅方法，你應該細心去研究該校嘅課程、師資同埋課外活動，度身制定你嘅申請文章，展示呢啲特定嘅元素點樣同你自己嘅抱負係相符合呢？例如某個課程嘅跨學科方法結合環境科學同埋公共政策嚟到解決氣候變化嘅目標係互相完美契合㗎。第七個嘅絆腳石係過於強調成就而缺乏反思，呢個係一個重要嘅警號。申請人往往只顧列舉自己嘅成就，但係冇討論到佢嘅影響同埋從呢啲獲得啲咩嘅教訓。咁有咩問題呢？招生委員更加感興趣嘅係你嘅經驗點樣塑造咗你嘅價值觀、解決問題嘅能力同埋對未來嘅抱負，而唔係一連串嘅獎狀。避免方法係必須反思你嘅經歷。例如，與其話你喺咩比賽之中獲得第一名，不如解釋你喺從中學到啲咩嘢，例如團隊合作啦、堅持不懈或者係創新解決問題嘅能力。第八個警號係忽視申請嘅全面性。點解呢個係一個警號呢？僅僅關注成績或者係一啲標準化考試嘅分數，而係忽略咗課外活動、文章或者係面試。呢個問題喺邊度呢？頂尖大學強調一個全面性嘅審查，即係 holistic evaluation。強大嘅學術能力係必要嘅，但係唔足以全面展示你個人整體性嘅獨特價值。避免呢個危機嘅方法，就係通過入學文章、課外活動同埋面試去展示你嘅個性、價值觀同埋興趣，突出你嘅領導角色、社區參與同埋個人成長嘅經歷。第九個警號就係臨急抱佛腳嘅申請啦。呢個係點樣嘅警號呢？好多臨近截止日期啦，先至提交申請。問題喺邊度呢？好倉促咁提交個申請呢，往往係存在錯誤，缺乏一啲潤色，而且冇辦法呈現出連貫嘅敘述。避免方法，咁當然係提早開始，同埋反覆去修改，尋求導師或者大學申請顧問嘅反饋，完善你嘅申請。一份經過深思熟慮嘅申請能夠展示你嘅承諾同埋準備。
最後嘅一個警號係未能夠解釋一啲學業嘅空白期或者弱點。呢個係點樣嘅警號呢？忽略或者冇解釋到成績下滑或者啲空檔嘅年等等不一致嘅地方。佢哋嘅問題喺邊度呢？因為未解釋嘅空白將會讓招生委員產生一啲不利嘅揣測。避免嘅方法，你可以利用文章或者額外嘅資訊欄嗰度嚟提供背景，將你遇到嘅挑戰塑造成為個人成長嘅機會。例如，你可以話我喺點樣點樣嘅期間面臨咗健康挑戰，呢個影響咗我嘅學業表現。呢段經歷教會咗我韌性同埋時間管理嘅技巧，呢啲技巧我而家都係應用喺生活各個方面嘅。今集總結，避免今集提及嘅警號，並且需要對申請深思熟慮而且真誠嘅態度。因為頂尖大學並唔係尋找啲學霸，而係更希望睇到擁有獨特視覺、清晰目標，而且能成為校園社群作出有意義貢獻嘅學生。通過正視呢啲常見嘅陷阱，你可以呈現出一份引人注目而且連貫性強嘅申請，等自己脫穎而出。如果今集嘅內容對你有幫助，請你訂閱 Coach 教育頻道，並且幫忙留言同埋分享俾朋友。我係 Coach，下集再見啦。